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麦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频道。本期视频啊，咱们来聊一聊有关注册会计师的话题。那之前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呢，都知道啊，我是纽约州的注册会计师。那之前我的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啊，都是会计与信息技术。2013年年底左右呢，我开始复习注册会计师的考试。但是啊，当时由于我在四大工作非常的繁忙啊，所以考了几次呢，都以失败而告终，并没有完全的完成考试。2016年的年初啊，我离开了四大，跳槽去了一家银行。离开四大之后呢，就是空余时间一下就比较多，所以啊，我又重振旗鼓，开始认认真真的准备 CPA 的考试。2016年的5月呢，我考了第一门，然后到2017年的春天啊，通过了所有4门 CPA 考试，所以前前后后一共用了1年的时间。然后在2018年经过1年的 experience verification， 也就是所谓的 CPA 的经验的验证，我在2018年10月份拿到了 CPA 的证书，正式的成为了一名纽约州的注册会计师。很多看我们视频的网友啊，给我们留言和私信啊，问就是如何才能成为一名注册会计师，包括会计师的职业发展啊，以及未来的一些展望吧。那本期视频呢，我就来跟大家说一说。如果正在看节目的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别忘了点击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我和小夏都是在美国生活和工作的中国人，从一开始上学工作，我们在美国的时间呢也已经超过了10年。同时啊，我们也是赚钱爱好者，喜欢研究和实践各式各样的赚钱途径。做这个频道呢，也是希望和大家分享我们理财和赚钱的心得体会，也希望大家从我们的视频中呢得到一些启发。咱们大家一起努力，早日财富自由。OK， 咱们就立刻进入今天的主题。想成为 CPA 的第一步啊，就是去了解 CPA 的报考要求。换句话说呢，就是报考 CPA 也是有门槛的。这里啊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 CPA 报考查询的网站 NASBA.org， 这个是 CPA 考试的官方网站。在这个网站上呢，会有各个州的考试要求。那咱们这里啊，就拿纽约州来举例。如果你在2009年8月1号毕业，之前毕业啊，我相信大部分人都在这个 category 里面。那么纽约州的要求呢，是要求本科或者是本科以上毕业，并且呢拥有150个学分。那这150个学分呢，其中33个学分必须包括 financial accounting、cost accounting、税法、审计以及 accounting research 这种会计专业课。那大家都知道，美国的本科毕业呢是120个学分啊，也就是4年的大学，每年30个学分。那这里呢就会有小伙伴问，如果我已经毕业了，只有120个学分，那怎么办呢？有一个办法呢，就是去读研究生。研究生呢一般都是30个学分。如果大家觉得研究生太贵，或者是已经工作没有时间再去全职读书的话，那另外一条路呢，就是去一些 community college， 也就是社区大学，去选30个学分的课。那大家在这里要注意的是呢，这150个学分不是随便读什么都行的啊，其中33个学分必须是会计税法相关的专业课。如果本科不是会计专业的小伙伴呢，就可以利用这个机会选修一些会计的专业课，从而呢把这些学分补上。在这里呢，老麦给大家支一招，就是 NASBA 有一个服务叫做 Advisory Evaluation， 他们呢就是根据你现在的学分来给你进行一下专业的评估，看看你是否有资格报考 CPA 的考试。那我个人觉得这个服务其实还是挺好的，他们可以站在专业的角度帮你看一下，然后帮你查缺补漏。当你达到了报考要求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参加 CPA 的考试了。虽然咱们上面说每个州对于你是否能参加 CPA 考试的要求不一样啊，但是考试本身却是全美统一的。那考试呢分为4个部分，它们分别是 FAR 财务会计、Audit 审计、Regulation 税法和 BEC 商业环境。那每项考试的时间呢都是4个小时。那 FAR、Audit 和 Regulation 3门考试呢都是前50%是单项选择，后50%呢是模拟案例。
BEC 这个考试呢是前50%是单项选择，35%是模拟案例，还有15%的是写作。CPA 的考试时间啊是全年都可以考试，而且呢你是想先考哪门都可以，这个考试的顺序没有任何的要求。但是啊有2个比较重要的规定，大家一定要注意。第一，就是一个 testing window 一个考试窗口中啊，一门只能考1次。那什么是 testing window 呢？咱们拿2021年来举例啊，那1月、2月和3月份的前10天，这个呢就是一个 testing window， 可以参加考试。然后从3月10号到4月1号之间是不可以参加任何考试的，因为整个 testing window 属于关闭的状态，出题的人要更新题库。然后从4月、5月和6月的前10天又是新的 testing window， 又可以考试了，以此类推。所以如果你在第1季度的 testing window 中，比如说你1月份考了 audit， 然后你发现你没过，那你就不能在2月和3月份再继续考 audit 了，必须要等到4月份第2个 testing window 开启了之后，你才可以再考 audit。第2点要注意的呢，就是18个月之内必须通过所有的4门考试，否则最开始考的那门考试的成绩就作废了。打个比方啊，如果你第1门考试过了，那你从第1门考试过了之后往后数18个月，你必须要通过另外3门考试，否则你第1次通过的成绩就作废了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安排好复习和考试的时间，避免成绩作废。说一个个人的小例子啊，我之前的第1门考试呢是 BEC， 考完以后就过了，但是之后因为我一直拖着没有完成后面的考试，那 BEC 的成绩就作废了，所以呢当我再考的时候只能 BEC 再重新考。OK， 当你终于完成了 CPA 考试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还不是 CPA， 因为啊，根据各个州的要求，每个州呢要对你的经验进行验证，才能颁发 CPA 的证书。那咱们还是拿纽约州来举例啊，完成 CPA 考试之后呢，纽约州的规定是你必须全职工作，从事会计相关的工作1年，并且啊要有其他的 CPA 给你认证和担保，才能变成真正的 CPA。在申请执照的时候，除了你的考试成绩，纽约州呢还需要你递交一张申请表，上面啊必须要有另外一个 CPA 的签字认证和担保。做完了这一项，你才能正式的成为一名纽约州的注册会计师。另外呢，有的州还要进行 ethical 职业操守的考试，但是有些州，比如说纽约州就不需要。在这里呢，老麦还是建议大家去 NASBA.org 这个网站上自行查看，看看自己的州啊，它的考试要求具体是什么。OK， 聊了这么多考试，咱们来聊一聊成为 CPA 到底值不值得。老麦觉得呢，如果你是会计专业的学生，以后的目标呢是进4大会计师事务所工作，或者你本身已经从事会计行业，那 CPA 啊还是很值得考的。虽然大家可以看到考试整个的过程非常麻烦，想成为一名 CPA 真的是费钱还费心，但是我个人认为 CPA 证书的含金量还是非常高的。对于持有 CPA 证书的会计师呢，确实是更有优势。那最直接的优势啊，就是收入的水平。像 Entry Level 来说呢，没有 CPA 证书的会计师的平均起薪只有4万美金，但是 CPA 起薪呢，大概有6到7万。这个数字的相差，大家其实就一目了然哈。当然了，这个工资，特别是起薪和广大的码农朋友们是没有办法比的。那大厂的码农上来的起薪就是12万，还有股票。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呢，如果你想毕业之后安安稳稳的找份工作，而且是那种越老越吃香的工作，那我觉得 CPA 还是值得考的。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加呢， CPA 持证的优势会进一步的显现。咱们拿4大举例啊，如果22岁、23岁、24岁这个年龄段研究生毕业，然后工作5到6年干到了30岁，那基本上大家都是 manager level 了，也就是经理的这个级别。工资的话呢，肯定都在10万美金以上了。那在美国这样一个平均工资是5万多美金的地方，这种工资其实已经超过了大部分的人，过的生活还是比较舒服的。另外的一个好处呢，就是对美国税法的了解。税法这个东西其实非常的枯燥啊，我相信很少有人会特意的去专门学税法，但是 CPA 呢却是不得不学。学完之后呢，
其实对个人的理财或者是家庭的理财如何省税，这个我个人觉得还是很有帮助的。像我本人其实就是最好的例子，在我上学的过程中，其实对 401k 啊、IRA 啊这些东西，真的是一无所知啊。但是考完 CPA 之后呢，对这些东西的了解确实是加深了不少。CPA 行业现在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啊，就是自动化，特别是审计行业。很多的工作本身都是非常机械化的，很容易就会被机器所取代。现在啊，有很多会计专业的学生呢，都会加上 Information Systems， 也就是信息技术，来给自己做一个技术方面的加持。特别是审计工作中啊，对数据的处理和分析这类工作会用到 Information System 非常的多。我个人觉得呢，这也是审计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。OK， 那有关 CPA 考试和职业发展的视频呢，今天我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。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，也欢迎私信或者是留言告诉我们。最后啊，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。那 YouTube 的网友呢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，让咱们在追求财富自由的路上携手同行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